公元前356年，在希腊北方一个名为马其顿的多山小国里，一个男孩咕咕坠地。他的父亲菲利普二世是一位骁勇善战的国王，正在色雷斯的战场上驰骋。就在同一天，传来了2个好消息：马其顿将军帕尔梅尼奥在伊利里亚打了一场大胜仗，菲利普的赛马在节日竞赛中夺魁。预言家们郑重其事地告诉菲利普，这些巧合暗示着他的儿子将来会所向无敌。这个男孩就是亚历山大，日后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征服者之一。亚历山大从出生起就显得与众不同。他的母亲奥林匹亚斯是一位狂热的宗教信徒，他坚信自己是希腊英雄阿喀琉斯的后裔，也坚信儿子是神的后代。这种神子的信念深深植入了亚历山大的心灵，成为他日后行事的精神支柱。少年亚历山大体态优美，据说身体散发着自然的芳香，他的聪明才智令宫廷中的外国大使都感到惊异。然而，与父亲菲利普的好色和嗜酒不同，亚历山大从小就以沉着、自律和纯洁著称。他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成就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业。最能体现亚历山大少年英姿的故事，是他驯服烈马布塞弗勒斯的传奇。这匹黑色的高头大马性情暴躁，不断昂首嘶鸣，直立后肢，没有任何骑手能够驾驭。当所有人都放弃时，13岁的亚历山大走上前去。他注意到这匹马似乎害怕自己的影子，于是迅速将马头转向太阳，使影子移到马的身后。他轻声与马交谈，用手轻拍马背，直到马匹安静下来。然后他纵身跃上马背，在众人的惊呼中完美地驾驭了这匹烈马。菲利普激动得热泪盈眶，说出了那句著名的预言：我儿，你非池中之物，马其顿对你来说太小了。布塞弗勒斯此后17年间一直忠实地陪伴着亚历山大征战四方，直到年老去世，亚历山大为他建成纪念。菲利普深知教育的重要性。当亚历山大13岁时，他聘请了当时还未成为传奇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担任家庭教师。在梅萨镇宁静的别墅里，这位柏拉图的弟子用3年时间将马其顿少年塑造成了一个深受希腊文化熏陶的青年。亚里士多德教他欣赏希腊悲剧，理解科学方法，掌握逻辑思维。但影响最深远的是亚历山大对荷马史诗《伊里亚特》的热爱。这部描写希腊英雄阿喀琉斯特洛伊战争的史诗，成为了他一生的精神食粮。他终其一生每晚睡觉时都在枕下放着这本书和一把匕首。亚里士多德不仅传授了知识，更在亚历山大心中种下了哲学家国王的种子。柏拉图曾梦想由哲学家来治理世界，而亚里士多德显然在这个聪慧的王子身上看到了实现这一梦想的可能。公元前338年，18岁的亚历山大迎来了他的第一次军事考验。在卡罗尼亚战役中，他率领马其顿骑兵冲击底比斯军队的侧翼。底比斯圣军是全希腊最精锐的部队，由300名全心致力于军事学的精英分子组成，被认为是无法击败的。但亚历山大以雷霆万钧之势将这支精锐击溃，300名勇士中仅46人被俘，其余全部战死。这场战役不仅确立了马其顿在希腊的霸主地位，更让整个希腊世界认识到了这位年轻王子的非凡军事才能。战后，菲利普成立科林斯同盟，将所有希腊城邦纳入联盟，准备东征波斯帝国。然而，正当亚历山大的前途一片光明时，家庭危机爆发了。菲利普迎娶了一位年轻的新后，他的叔父在婚宴上公开祝福新后生下合法的继承人，这无异于公开质疑亚历山大的地位。愤怒的亚历山大将酒杯掷向老人，吼道：“那我算什么？”一个私生子！醉酒的菲利普拔剑冲向儿子，却摔倒在地。亚历山大讥讽道：“看呀！”他计划从欧洲进军到亚洲，不过他连从一张长凳走到另一张凳子都办不到。母子愤然出走，家庭关系降到了冰点。虽然最终在外交斡旋下亚历山大返回了宫廷，但父子之间的裂痕已经无法弥合。公元前336年，菲利普在女儿的婚礼上被自己的保镖刺杀身亡。刺客的动机是私人恩怨，他曾受到新后叔父的屈辱，而国王未能主持公道。关于奥林匹亚斯是否参与了这场阴谋，历史上众说纷纭。20岁的亚历山大冷静地宣布继位，迅速清除了所有潜在的王位竞争者。
他派遣亲信处死了辛厚的叔父，而他的母亲奥林匹亚斯则以更加直接的方式，据传他迫使菲利普的年轻遗孀和幼子死于非命。几个月之内，亚历山大的王位已无人敢于挑战。继承王位后，亚历山大将目光投向了东方的波斯帝国。他继承了父亲东征的遗志，但有着更大的野心，他要征服整个已知世界。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率领35000名马其顿士兵渡过海峡，踏上了亚洲的土地。在渡河之前，他将一只长矛插入亚洲的土地，宣告这片大陆将被马其顿征服。这是一个充满象征意义的举动，也是他征服世界的第一步。在格拉尼卡斯河畔，他首次与波斯军队交锋，大获全胜。他以身先士卒的作战风格激励士兵，亲自冲入敌阵，用行动证明了他的勇气。1年后的伊索斯战役中，他再次击败大流士，迫使这位不可一世的波斯大王仓皇逃窜，连自己的妻女都成了俘虏。亚历山大对俘虏以礼相待，显示出超越时代的宽容。公元前331年的高格美拉战役是亚历山大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面对数量远超自己的波斯大军，包括战车、象群和来自帝国各地的精锐部队，亚历山大运用骑兵突击战术，亲自率领精锐骑兵冲入敌阵中央，一举击溃了波斯帝国最后的抵抗力量。大流士再次逃亡，最终被自己的部下博索斯所杀。亚历山大随后占领了巴比伦、苏萨和波斯波里斯等波斯帝国的核心城市，成为了整个中东的主人。在巴比伦，他乘坐外附金版的马车，接受万人空巷的欢迎。在波斯波里斯，他下令焚毁了薛西斯的皇宫，既是对150年前波斯入侵希腊的复仇，也是他个人情感的一次宣泄。尽管老将军帕曼纽一再劝阻，认为焚烧皇宫会让亚历山大看起来像一个征服者而非国王，但年轻气盛的亚历山大根本没有听进去。然而，亚历山大真正的梦想不仅仅是征服，而是融合。他开始推行一系列在当时看来极为超前的文化融合政策。他穿着波斯服饰，不是出于个人怪癖，而是为了表示他平等对待波斯人。他任命波斯人担任被征服城市的管理者，让他们加入他的军队，甚至指派他们为军官。公元前328年，他招募了3万名波斯男孩，教导他们希腊语言和马其顿军事战术，称他们为继承人。他与素特美女罗克瑟尼结婚，在苏萨组织了80对马其顿军官与波斯女子的集体婚礼。这些举措引起了马其顿老兵的强烈不满，他们感到自己正在被一群野蛮人取代。最令人震惊的是，亚历山大开始要求臣民对他行波斯式的服拜礼。对希腊人来说，这只能在神面前行此大礼，对凡人服拜是莫大的耻辱。当他的宫廷历史学家卡利斯提尼斯公开反对这种做法时，亚历山大将他处死。曾经宽厚的征服者似乎正在变成一个东方暴君。公元前327年，亚历山大率军入侵印度，这是他最后一次远征。印度的地理对希腊人来说完全陌生，他们以为那只是世界尽头的一个小半岛，周围是无尽的世界河流。亚历山大在印度遇到了2位强大的对手，统治者泰克斯拉斯和巨人般的国王伯鲁斯。伯鲁斯身高超过7英尺，是一位伟大的战士。在海德斯佩斯河畔，他与伯鲁斯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大战。伯鲁斯拥有35000大军、300辆战车和200头战象，那些庞然大物让马其顿的战马惊恐万分。亚历山大用巧妙的声东击西战术渡过暴涨的河流，然后发明了专门对付象群的方法，先击落区象人，再用标枪刺大象最敏感的部位，引起象群的疯狂践踏。伯鲁斯负伤后英勇抵抗，坐在最高的大象身上，如同一座高塔。最终投降时，只说了一句话：“像一位国王那样对待我。”亚历山大被他的勇气打动，不仅恢复了他的王国，还扩大了他的版图。伯鲁斯在亚历山大去世前一直是他的忠实盟友，但当亚历山大要求军队继续向更东方进军时，他的部下第一次集体抗命。将军科纳斯代表全体官兵请愿，说出了那句流传千古的忠告：如果有一件事情是一位成功者必须知道的，那就是何时该适可而止。士兵们鼓掌叫好，有些人甚至当场落泪。亚历山大愤怒地在帐篷里生闷气了2天，
最终不得不找了个占卜师预言不利渡河的台阶下，下令班师。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被迫向现实妥协，归途充满艰险。亚历山大选择了一条危险的新路线，穿越盖德罗西沙漠。60天的行军中，他的军队遭受了严重的饥渴和死亡。极昼的山洪、毒蛇和敌对部落的攻击夺去了许多生命。有一次，当只剩下最后一点水时，亚历山大拒绝独自饮用，而是将它倒在沙地上，与士兵们同甘共苦。这种身先士卒的精神是他能够赢得士兵忠诚的重要原因。随后，他的舰队沿着印度河航行至入海口，尼克斯指挥的舰队继续探索波斯湾，寻找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口，为波斯与印度之间的贸易开辟了新的航路。回到波斯后，亚历山大发现他长期不在期间，一些官员趁机中饱私囊。其中最令他震惊的是，财务官员哈普勒斯带着5000泰伦逃亡到希腊，还有2位他信任的省长趁机扩张自己的势力。亚历山大以雷霆手段处置了这些贪腐者，处死了犯错的官员，解散了私人军队，恢复了帝国的秩序。然而，只有赫菲斯定的去世给了他致命的打击。这位从少年时代就陪伴在他身边的伙伴，是他最后的精神支柱。赫菲斯定死后，亚历山大悲痛欲绝，在遗体前呆坐了3天，拒绝离去。他下令举行历年来最隆重的葬礼，处死了赫菲斯定的医生，但这一切都无法弥补他内心的空缺。失去了挚友的亚历山大，精力迅速衰退，旧伤频繁复发，健康每况愈下。公元前323年6月，亚历山大在巴比伦因疟疾倒下。他的身体早已被多年的征战和频繁的饮宴所透支，旧伤和心病交织在一起，终于将这位不可一世的征服者击倒。在生命的最后几天里，他无法说话，但仍然努力抬起头，用眼神向每一位前来探望的部下致意。据普鲁塔克记载，即使在弥留之际，他的眼神依然闪烁着往日的光芒。当他在落日时分闭上眼睛时，年仅33岁。他的帝国比美国大陆还宽，横跨欧亚非3大洲，迅速分裂。将军们将他瓜分，他的妻子罗克瑟尼杀死了大流士的女儿，而他自己和儿子亚历山大4世最终也惨遭杀害。曾经辉煌的帝国在失去缔造者之后，如同沙堡一般轰然倒塌。亚历山大留下的遗产远不止军事征服，他建立的城市继续繁荣，希腊文化在亚洲西部生根发芽，希腊语言成为贸易和外交的通用语。那些城市的希腊商人开始从帝国广大的资源中获取财富，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新路线在此之前从未出现过。但也许最重要的是，他播下了世界统一这一观念的种子。历史学家普鲁塔克在200年后写道，如果不是天神及早召回亚历山大的灵魂，现在全人类将受同一种法律的规范，将依靠同一种正义规则，就像依靠同一种阳光一样。这个梦想虽然在亚历山大生前未能实现，却在此后2000多年间持续发酵，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这本书放在今天来看，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深刻的启示。亚历山大的故事告诉我们，伟大的成就往往伴随着巨大的代价。他征服了世界，却无法征服自己的内心；他建立了帝国，却无法建立有效的继承制度；他渴望融合东西方文明，却操之过急，导致众叛亲离。对于今天的领导者来说，亚历山大既是一个光辉的榜样，也是一面深刻的镜子。他的成功告诉我们愿景和勇气的力量，他的失败则警示我们情绪管理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在追求卓越的道路上，如何在野心与理性之间找到平衡？如何在变革与稳定之间取得协调？如何在征服外部世界的同时不迷失自己的内心？这是亚历山大留给我们永恒的课题。2300多年过去了，这位年轻征服者的故事依然在提醒我们，真正的伟大不仅在于能走多远，更在于能走多久。